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让许多台湾人意想不到的现象，一边是台湾年轻人嫌薪水低想出国，一边却有数十万外籍移工挤破头也要来台湾发展。明明台湾薪水输给日本、韩国，为什么他们还甘愿放弃更高薪的机会，死守台湾不走？难道他们不爱钱吗？还是台湾有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魔力？最近就有外劳含着眼泪揭开真实内幕，说出了3个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，只有台湾才有的宝贵优点，而这些优点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习以为常，常常不知道珍惜的。这3点秘密究竟是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。先来看看几个令人大跌眼镜的数据。截至2024年9月底，台湾境内的外籍移工人数已经突破80万大关。这些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大军，分布在工厂产线、建筑工地、渔船甲板，甚至无数家庭中，支撑起我们庞大的劳动市场。从1989年台湾开始引进外劳，到现在35年来，移工人数节节攀升，如今已经成为台湾人口组成的第4大族群。也就是说，平均每10个在台工作的人，就有1位是外籍移工。照理说，台湾长期存在低薪问题，本地年轻人才华洋溢，却拿着微薄2字头月薪，常让人抱怨 28K 过不下去。我们听惯了自己埋怨房价高、薪水低、压力大，巴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去国外闯荡。然而让人疑惑的是，同一时间却有超过80万的东南亚移工远离故乡，义无反顾地涌入这个我们嫌弃的低薪之地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放弃了日本、韩国甚至中东那些薪资高出2倍、3倍的工作机会，只为了来台湾打拼。这不是太反常了吗？台湾有什么魔力，值得他们做出如此不理性的选择？有人或许会简单地认为，外劳嘛，不就是为了赚钱才来？但事实没那么简单。我们曾听到一位外籍劳工无奈地说，有人说我们是为了高薪而来，却不知道我们背负的是整个家庭的希望。是的，80万外籍劳工背井离乡，不惜借债支付高额中介费，并非贪图享乐，而是肩上扛着家人的未来。他们当中，有的要寄钱回家供弟妹上学，有的要存钱给父母治病，有的希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条件。对他们而言，出国工作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赌注，每一分收入都关系重大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选择薪资更高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，甚至中东欧美？毕竟那些地方的薪水往往比台湾高出至少1倍以上。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着令人动容的真相。要解开谜团，先让我们看看台湾周边那些高薪目的地的真相。首先是许多人向往的日本与韩国。日本、韩国的平均工资常年高居亚洲前列，对比之下，台湾产业外劳的平均月薪大约只有日韩的1半左右。例如，有统计显示，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，韩国提供给外籍低阶劳工的月薪可高达将近日元29万3千元，折合新台币超过6万元。日本的情况也类似，技能实习生计划下外籍劳工月薪约在日元21、2万上下，约新台币4万多元。而台湾相同类型工作的外劳月薪平均仅约日元15万6千元，换算不到新台币3万5千元。从数字看，台湾的薪资几乎是垫底的。光看钱，谁都会想去日韩赚多一点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许多移工宁可选择薪资较低的台湾，而不去日本、韩国呢？原来高薪背后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代价。首先，日本的高薪常常伴随着高压的劳动环境，许多东南亚移工到日本都是通过技能实习生制度去的，表面上是学技术，实际上大多在工厂、农场从事底层劳动。日本职场文化强调纪律和服从，讲究前辈后辈的阶级关系。外籍实习生往往处于最末端的位置，他们每天工作超长工时已是家常便饭，加班到深夜没什么怨言的空间。有些企业甚至存在潜规则，默许对实习生少发工资，强迫加班，不敢从命就会被训斥，甚至威胁遣返。曾有越南籍的年轻实习生因不堪长期劳累和精神压力，在异乡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震惊了日本社会。还有报道指出，一些实习生实际拿到手的薪水
扣除住宿伙食后所剩无几，远低于法律标准，但苦于语言不通和身份弱势，他们很难维权。表面光鲜的高薪之下，隐藏着血汗和泪水。对很多务实的移工来说，赚得多，如果也累得快垮了，这笔账未必划算。再看南韩，韩国近年也积极从东南亚招募产业工人，开出的薪资比日本还优渥。然而，韩国的劳动环境对外国劳工来说同样挑战重重。语言上，韩语不像英语那么国际化，东南亚移工大多事先不会韩语，到了当地常陷入沟通困境。文化上，韩国职场讲究上下尊卑，工时长，节奏快。对于不习惯这种狂飙式生活节奏的外国人而言，身心压力都非常大。此外，韩国社会相对单一保守，一些外籍劳工反映在当地会感受到外人般的孤立，甚至遭遇歧视。曾有印尼移工坦言，在韩国下班走在街头，常被当地人以异样眼光注视，让他时刻感到局促不安。还有报道揭露，某些韩国渔业船队对外籍船员管理近乎暴力，发生过东南亚船工被虐待致死的惨剧。韩国虽好赚钱，但对许多移工而言，那里的生活仿佛随时走在刀锋上，一不小心就可能遍体鳞伤。除了日韩，中东地区的高薪诱惑也让不少移工曾经心动，像是沙乌地阿拉伯、科威特等富油国，对看护与家庭帮佣开出的薪资往往比台湾高出好几倍。然而，中东之行充满了风险和未知，许多南亚、东南亚的女性曾远赴中东当家庭佣工，结果却传回无数骇人听闻的经历，被雇主拘禁、殴打、性侵，护照遭没收，长期得不到休息，更别提享有任何劳动保障。2018年，菲律宾一名女佣在科威特惨遭杀害、弃尸，引发非国哗然。政府一度下令禁止国人赴科威特工作。印尼也曾暂停输出女佣到部分中东国家。相比之下，台湾至少是一个依法治国、社会治安良好的现代化民主社会，基本的人身安全更有保障。对移工来说，再高的薪水，若要拿生命去换，也是得不偿失。与其去那些陌生而危险的国度赌运气，不如选择一个相对安全、有保障的地方谋生。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东南亚劳工在考虑出国工作时，把目光投向了台湾。对他们而言，台湾或许赚得少一点，但踏实、安全、心安理得才是真正重要的。综合上述，很多移工并非没有其他选择，而是深思熟虑后选择了台湾。那么，台湾究竟拥有什么独特之处，值得他们义无反顾？以下我们就来揭晓外籍劳工口中最感动、最离不开的3大原因。这3项台湾优势，或许连我们自己都常常忽略，但在远道而来的他乡人眼里，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宝藏。第一项让外籍移工赞叹不已的，就是台湾的医疗健保制度。别小看钱包里那一张小小的健保卡，对我们习以为常，但对许多外国朋友来说，几乎是梦幻级的保障。在不少东南亚国家，看病是一件昂贵又麻烦的事。以印尼、越南等地为例，乡下劳苦人如果生了重病，往往因经济困难看不起医生，只能拖着，小病也多半买成药自己扛过去，不敢随便上医院。即使是日本、韩国这样的已开发国家，外籍劳工享受医疗的门槛也不低。日本有健保，但自付额高，韩国则可能因语言不通导致就医困难。所以，当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第一次看医生时，通常都会大大惊讶，怎么这么便宜，这么方便？在台湾，不论本国人还是合法工作的外籍朋友，依规定都能加入全民健康保险，享受几乎全民覆盖的医疗资源。只要每月从薪水中拨出几百元保险费，他们生病时就能以微薄的挂号费、部分负担获得良好的治疗。一位越南籍移工分享过他的经历，刚到台湾时不慎感冒发烧，心想糟了，要花很多钱，没想到雇主带他去诊所，一次看诊拿药不到200元台币，还让他当场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。他说在越南乡下，要是发高烧还撑着，多半因为舍不得那笔医药费，结果常常拖到更严重。但在台湾，他可以安心的生病，安心的治疗，因为有健保在背后撑着。还有一名在工厂工作的印尼移工，由于长期操劳，
一次体检时发现罹患了初期的肝肿瘤，幸运的是，台湾医院立刻为他安排手术治疗，健保承担了绝大部分费用。术后休养期间，雇主和台湾同事们还轮流去医院照顾他。他哽咽地表示，若不是在台湾，这条命恐怕早没了。在他家乡，那样的大手术对一个穷人来说根本是遥不可及的天价，甚至一般医院都不一定有能力完成。台湾的健保与医疗体系相当于给了外劳一个可靠的健康后盾，让他们在异乡打拼时不再提心吊胆，万一我病了怎么办？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台湾的医疗品质放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。近年来，多次全球医疗保健评比中，台湾都蝉联世界第一。这意味着外籍劳工在台湾生病受伤，可以以极低成本享受到全球数一数二的医疗服务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有外劳感叹，台湾人的医生护士好耐心，我讲中文结结巴巴，他们还是仔细帮我检查治疗。在这里看病，我终于不用害怕了。甚至有些移工回国后仍对台湾医疗念念不忘，亲友生病时会建议要不要去台湾治疗看看，因为他们发自内心信任台湾的医疗水准。可以说，健保这两个字在外籍移工圈子里几乎是如雷贯耳的台湾之光。很多移工私下都说，台湾薪水虽不算高，但有这一张健保卡压在底，心里就踏实一大半。人在他乡最怕生病，而台湾给了他们生病时的尊严与保障，这是其他许多国家无法做到的。全民健保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感受到台湾的温暖与安心，也成为他们死心塌地留在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第二项令移工们深深眷恋台湾的是这里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。不少外籍劳工来台一段时间后，都会发出类似的赞叹，在台湾，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。一位菲律宾籍看护工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说，他第一次发现雇主家夜里睡觉不锁大门，吓得以为主人忘了关，结果家人笑着告诉他附近很安全，不用太担心。对来自治安相对混乱地区的人而言，这简直难以想象。台湾的治安良好是举世公认的，街头暴力犯罪率低，枪支管制严格，小偷扒手相对少见。许多移工朋友表示，在台湾走在路上特别有安全感，深夜下班回宿舍不怕被抢，在市场逛街也不用随时紧抱着包包。相比之下，他们在其他国家工作时，往往听闻同乡遭偷遭骗的事件发生。在某些地方，移工因身份弱势成了罪犯下手的目标，而在台湾，至少基本的人身安全有保障，警察也不会无故刁难外国劳工。这种社会安全感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对身在异乡的人来说意义无比重大。正是因为治安好，移工们才能放心地在休假时外出走走，享受难得的自由时光，而不用担忧意外横生。很多人在台湾待久了，回到祖国反而不习惯，笑称自己学会了台湾 style 的悠闲与放心。除了客观的安全，台湾社会整体给人的友善氛围和人情味也深深打动着外籍劳工的心。曾经有媒体采访一群移工，他们不约而同提到台湾人的温柔，什么意思呢？一位泰国籍的年轻工人解释说，台湾这里的人很温和，很少对我们凶。原来在他过去打工的某些国家，外籍劳工经常遭当地人呼来喝去，甚至羞辱歧视。但在台湾，即便语言不通，大多数本地人仍会耐心地用简单词汇比手画脚和他沟通，脸上挂着友善的笑容。还有位印尼籍看护说，他刚到台湾时，每周日带阿公去做礼拜，教堂里很多台湾长者知道他离乡背景后，常常主动给他打包食物，逢年过节还送他小礼物，让他就像被很多阿公阿嬷一起照顾着，内心非常感动。对这些远离家人的年轻人来说，台湾人伸出的每一分善意都像冬日暖阳，融化了他们初来乍到时的孤独与不安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台湾社会对待移工逐渐展现出包容与尊重，虽然偶有不友善事件发生，例如曾有百货店员歧视越南移工被曝光后社会谴责，但总体而言，台湾民众对外籍劳工的认识正慢慢改观，越来越多人愿意把他们视为社会的一份子，而非冷冰冰的外人。在台湾的都市，每逢周末假日，
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移工三五成群欢聚的场景。台北车站的广场上成了印尼朋友的市集和客厅，桃园中立的公园里，越南姐妹们席地而坐聊着家常，新竹车站附近的草地上，菲律宾兄弟们吉他弹唱，笑声不断。这一幕幕背后其实都有台湾政府与民间社群的努力。许多城市提供专门空间供移工聚会，不赶人不歧视，警察看到他们聚在一起，也多是维持秩序，协助交通，而非驱离。在某些国家，外籍劳工被视为治安隐忧，禁止群聚，导致他们休假日无处可去，郁郁寡欢。台湾则相对大方许可，甚至有非营利组织在假日于车站大厅举办地板图书馆，提供各国语言书籍给移工阅读，鼓励他们丰富心灵。这种尊重他们文化与需求的态度，让移工朋友们由衷感激。他们常说，在台湾感觉被当作人看待，拥有基本的尊严和自由，不会因为自己是外来劳工就被处处歧视限制。这份平等相待的人情味是他们最珍惜的。曾有一位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姑娘接受访问时掉下眼泪，她说自己在中东某国当家庭帮佣时，每天战战兢兢，吃不饱睡不好，遭受太多白眼和苛待，夜里经常哭着想家。后来辗转来到台湾，如今每周能固定有一天假期，白天工作时雇主一家也待他如亲人，他可以开心地带着照顾的奶奶到处散步，邻居碰到他们也热心地跟他这个外国人打招呼问好。他说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原来台湾也是我们的家。这句平时的告白道出了无数移工的心声。当一个陌生的国度愿意给予你安全和善意，你就会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般守护。许多移工因此对台湾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之情，他们参与本地的宗教活动，融入社区的大小节庆，也开始为台湾的事情忧喜。例如，有印尼移工自发组织净滩队伍，利用休假替台湾海岸清理垃圾，也有越南移工热血捐血，参加公益路跑，把自己当成台湾的一分子在贡献。这些暖心故事背后都离不开台湾社会给予他们的温柔相待。试想，若在一个地方只能感受到冷漠敌意，谁会愿意长留？外籍劳工之所以死守台湾，正是因为他们在这里体会到难得的安全与人情，在纷乱的世界中找到了心灵的安稳。最后一项，也许是最容易被台湾人忽略，却最让移工看重的台湾优势，这里给了他们一个梦想与翻身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台湾对许多外籍劳工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打工赚钱的地方，更是一个能改变命运、看见未来的舞台。不少移工朋友表示，在其他国家工作，他们感觉自己永远只是外人和临时工，注定哪天合约一到就得打包走人，辛苦数年却很难有长远收获。但在台湾，情况正悄悄不同。台湾近年开始推行移工留才方案与相关政策，打通了移工变移民的通道，只要符合一定年资与技能条件，表现良好的外籍劳工有机会转为中阶技术人力，甚至申请成为永久居留者。这意味着移工不再只是用完即走的一次性劳动力，他们当中有心扎根的人，未来可以真正留下来，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员。对许多抱有长远梦想的年轻移工而言，这无疑是巨大的诱因，因为他们看见，如果努力工作、学习技能，在台湾是有可能出人头地、安身立命的，而不仅仅是赚几年钱走人。台湾给了他们梦想成真的一线希望，这是其他很多国家没有提供的机会。即使没有转换身份，台湾也让外籍劳工们获得了丰厚的无形资产，为他们的人生拓展更多可能性。首先是语言与技能的习得，在台湾工作，移工们接触中文的机会远比在日韩要多，毕竟中文在东南亚不少国家也通用，学起来相对容易入门。许多人利用空余时间上免费的华语课程，短短几年就能说上一口流利的中文，甚至考取语言检定证书。还有人学会了台湾的本土语言，例如和阿公阿嬷相处多年后，连台语都难不倒。这些语言能力将成为他们未来职场上宝贵的优势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越南青年在台湾工作5年后，既懂中文又懂机械操作，他回到越南或去其他国家，就业竞争力将大大提升。台湾的工作经验和所学技能，
犹如为他们镀上一层金，在人生履历上写下亮眼的一笔。其次是存款与创业资本。虽然台湾薪水不算高，但生活成本相对日本、韩国低廉，而且许多工厂雇主提供宿舍或餐食补助，移工们的开销并不大，加上治安好，诱惑少，他们能专心工作存钱。别小看每月存下的几千元、上万元薪资，累积数年就是一笔足以改变家庭生活的大数目。许多移工在台湾辛苦工作几年后，带着积蓄返回家乡，盖起房子，开启小生意，真正实现了致富梦想。有一对菲律宾夫妻曾在台湾电子厂工作11年，省吃俭用存下了数百万台币，回菲国老家买下将近100平的土地，盖起楼房。他们接受采访时难掩兴奋地说，如果不是台湾，这辈子都不敢想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类似的故事在印尼、越南乡间也屡见不鲜。村里谁家建了新房，常被称是用台湾钱盖的，因为那家的儿女曾在台湾打工存钱。对这些出身清寒的年轻人来说，台湾给予的不仅是糊口的薪水，更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机会。每当他们想起家乡父母住进新屋，弟妹顺利念书，家里添置耕作机具这些改变，内心对台湾就充满了感激与认同，因为是台湾成就了他们的拼搏成果，这份恩情足以让人流泪。再者，台湾有许多热心的团体和人士，致力于让移工的打拼之路走得更远、更精彩。例如，非营利组织 140 开办的移工人生学校，每周利用移工休假时间提供各种免费课程，有教中文的，教电脑技能的，教理财规划的，甚至还有摄影、剪发等兴趣和职业训练。1年下来，许多学员脱胎换骨，学会一技之长。有的菲律宾籍女佣白天照顾老人，周日去学烘焙，结业后回国开了间面包店，生意红红火火，从佣人变老板娘。有的印尼看护利用假日参加创业课程，学会写企划、算成本，返乡后开起杂货店、小吃摊，靠着台湾学来的知识经营得有声有色。这些故事听在台湾人耳里或许平凡，但对移工来说意义非凡。台湾让他们看见了自己从未发掘的潜能与出路，在这里，他们不仅是廉价劳动者，也是可以学习进步、累积人生资本的逐梦者。而正是这一点，给了无数移工选择台湾的勇气和动力，因为他们相信，留在台湾，自己的未来将比在别处更加光明。最直接的感受来自一位曾在日本和台湾都工作过的越南籍技工，他直言，在日本赚比较多没错，可是我每天只知道埋头做事，感觉自己像机器人。在台湾虽然赚的少一些，但我下班后可以去进修、交朋友。我看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，我觉得我有未来。当一个人感受到未来的希望，再大的困难都能忍耐，再高的代价都愿意付出。台湾给了外籍劳工们这种希望，而这希望之火一旦点燃，便足以让他们心甘情愿留在这片土地，与台湾一同打拼，一起成长。透过上述3大因素，健保、医疗、社会人情、安全环境和发展机会，概括来说的3点，其实涵盖了生活保障、心理归属和未来希望。我们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那么多外籍劳工即使薪水比不上日本、韩国，还是选择死守台湾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台湾给予的这些宝贵东西，是用再高的薪水也未必换得到的。对比许多他国的移工生活处境，台湾真的已经算是充满恩惠与温暖的乐土。正如一位印尼移工所说，钱很多地方都赚得到，但台湾给我们的安全和尊重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。这句话值得每一个台湾人深思。的确，我们常为收入不如人而自卑，总羡慕邻国薪资高，可是在很多外国朋友心中，台湾却拥有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好、平价又优质的医疗、安定和平的社会、友善善良的乡亲，以及实现梦想的土壤。我们是不是也该换个角度，看见自己家园的珍贵之处？当越来越多异乡人把台湾当作理想目的地，我们理当感到骄傲，同时也要更珍惜这些优点。例如，健保制度让无数人受惠，我们就更应该爱惜医疗资源，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。良好的治安和人情需要大家一起维护，不能让少数不当行为破坏了台湾友善的名声。
还有那些勇敢逐梦的移工朋友，我们也应当多给予支持与鼓励，因为他们不仅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也为台湾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。有专家指出，台湾已逐渐步入高龄少子化，未来劳动力将越来越仰赖移民移工的加入。如果我们能善用自身独特的人文魅力与制度优势，继续吸引并留住优秀的外籍劳工，这将是台湾在国际竞争中的一大强项。想象一下，当台湾不仅有宜人的环境、善良的人民，未来再加上更合理的薪资待遇时，我们将不仅是东南亚移工的首选乐土，甚至可能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愿意落地生根。到那时，台湾不仅解决了缺工问题，也将成为一个更加多元丰富的社会。这绝非天方夜谭，毕竟如今已有80万外劳为我们做出了投票，用他们的脚步和岁月选择留在这片土地，正是对台湾价值最好的肯定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那位含泪揭露内心话的外劳朋友。他说，这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台湾一样，同时给了我们健康、尊严和希望。很多台湾人自己却不知道这有多珍贵。这番话令人动容，也发人深省。我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也许早已习惯了台湾的种种美好，反而看不见它的可贵。幸好，透过外地来客的眼睛，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园。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值得骄傲之处。未来，当我们在抱怨薪水低，想逃离时，不妨想起今天这些故事。希望我们每一个台湾人都能学会珍惜台湾所拥有的优点，也以这些优点为基础，继续改进不足之处。如此一来，不仅外籍移工愿意死守台湾，我们自己也会更热爱这片土地，让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家园。